人只有两只脚，而钱有四只脚。追着钱跑的人生太喘，不如我们骑着钱往前跑，如何？Hello guys， 欢迎回来 Neko 5秒的说书时间。过去分享过穷人思维对于钱的盲点和无脑理财术的简单投资法。今天这一本《华尔街操盘手给年轻人的15堂理财课》，可以说是把上面那2本书完美融合，变成台湾版的《富爸爸穷爸爸》。我明白有个好爸爸根本是人生首抽 SSR 的概念，开局5金，人生一路躺着玩。但是在社会上混久了，就会发现比上不足，比下有余。我以为那些有钱的孩子已经很有钱了，可是在他们的圈子里，永远都还有更有钱的人。所以今天不讨论家庭背景这种不可控因素，单纯就我个人的理财素养和观念，来聊聊这15堂课给我的收获吧。第一个收获，单利和复利。从前有个国王公开悬赏，希望能找到有趣又好玩的游戏。一个智者拿来了西洋棋，国王第一次看见，非常喜欢。于是国王问智者想要什么奖赏，智者谦虚地说，能为陛下服务已经是最好的赏赐了。国王严厉地回答，我要给你实际的赏赐，你就得选一个。智者沉默许久，看着8×8总共64格的棋盘格，他说，好的，那么请陛下您第一天在棋盘上方的第1格赐给我2粒米，第2天在第2格方格赐给我4粒米，第3天的第3格方格赐给我8粒米，在第4天的第4个方格给我16粒米，直到所有的棋盘格上都放满了米为止。就在国王感到困惑时，皇后轻声在他耳边说，直接问智者一共需要多少米啊？但国王拉不下这个脸，豪气地答应了。第1天只有2粒米，粮仓大臣把米粒放在精致的盒子捧给智者。第2天也是一样，到了第20天，粮仓大臣换成了搬运工人。到了第30天，国王打猎回来，看到宫外排了42辆马车，上头全是要送去给智者的米粮。国王这才惊觉大事不妙，召集了皇宫顶级的数学家计算最后米粒的数量。当答案揭晓，国王跌坐在地上。皇后扶起国王说，去请智者来免除承诺吧，这是唯一的方式了。国王与智者的爱恨情仇，我就留给你们去书里面看。但这个故事有2个重点：一，听老婆的话准没错。2的64次方到底是多少？答案是1844斤6744兆737亿9500。1844斤6744兆737亿955万1700。1844斤6744兆737亿955万1616。理论上这集结全世界的米，可能国王还是得负债。上过数学课的我们都知道，2+2跟2×2的结果都一样，但是多重复一次就是另外一个世界咯。所以当有人跟你说他给你11%的投资报酬率持续30年，请先搞清楚是单利还是复利。如果是单利，其实就相当于别人5%的复利投资而已。但如果是11%的复利的话，请你到粉丝团与我联络，我想认识你的朋友。不只是投资理财，古人也常说，勿以善小而不为，勿以恶小而为之。别瞧不起1块钱，甚至是0.01的努力，在复利的威能底下，1和1.01活生生就差了73.8倍。每天努力持续做一件事情，你就会跟1年前的你差了37.8倍。相对的，退步也是这个道理。第2个收获，储蓄是为了自己负责。财务自由这4个字在2018年好像一个自由的旗帜在号召， YouTube 上的理财影片教学如雨后春笋般的一直冒出来。我想在荧幕前的你一定或多或少看过1-2支，如果没有，你正在看我这一支。但多数人没有真正开始理财的第一个借口都是没有钱怎么理财。这一点我也承认，在无脑理财书里面有提到，想先理财你要先理债。而富爸爸与穷爸爸也有讲到，如果一项资产不能为你带来财富，那它就是负资产。举例来说，对多数人来说，相机只记录生活的3C 产品，照片或是影片只是自己留着记录，不能变现。但对我来说，相机是生财工具之一，所以对我来说，
相机不是负资产，但对你来说可能是。当你付出了许多钱在负资产上，带来各种的物质娱乐，就不太有立场说我没钱，因为要储蓄的第一个条件就是节俭，而这2个字就是要有所牺牲。我很爱买东西，我知道我穿的不多，所以我平常生活其实很节俭，水电支出都不会超过1500。上网购物绝对实用，有回馈的信用卡。关于这一点，我还有一个很好用的网站，也许可以在下次里告诉大家。能用折价券的地方，绝对用好用满。这样的生活不见得人人都能过，所以你会需要一个强而有力的明确目标，尽快达到财务自由。信念第一，工具第2，做法第3，搭配正确管理和专业的能力，开源节流，强制储蓄。纪律性投资，有钱不会是太神秘的秘密，所有白手起家的人都是遵守这样的纪律，当然还有一些运气成分咯。第3个收获，认清表面价值不等于实际价值，这算是我在这一本书里收获最大的一个重点。不只是要看清楚投资的项目价值，更说的是要看清楚自己的强项和弱项在哪里。有时候甚至强项会变成弱点。一开始我阿嬷教我看股票的时候就跟我说，在股市能看清楚一个人比喝醉还有效。你会看到自信满满的人，无头苍蝇的散户，稳扎稳打的老手，甚至是贪心持有最后误判套牢的笨蛋。投资股票不是要先看公司财报，而是要先做心理测验。你需要知道你能承担的风险到哪里，个性上是不是太急躁或是很胆小，愿不愿意花时间充分了解需要投资的公司，以及有没有这一方面的天赋。了解自己之后，才能进一步选择适合操作的方式。千万不要买自己不熟悉的股票。我在股市跟风买过3次完全不熟悉的领域，2次持平脱手，1次惨赔，到现在都还没填平那个赔掉的黑洞哦。大家在股市都想赚价差或是股息，很多人为了赚了股息而赔了股本。赚钱不容易，多做功课不会吃亏。另外，如果真的看不懂股票，这已经是第2本书在推荐指数型基金 ETF 了，也就是元大宝来台湾卓越50证券投资信托基金，大家都用股市代号称呼，俗称0050。不过0050成本太高，一张75块钱，不是人人都能下手。这边我还推荐一张0056，详细可以去看无脑理财术。我的目标是在60岁之前存到100张0050，靠股息付我的养老院房租。当然啦，那个大前提是那个时候台湾的股市还在就是了。最后讲个我在书里看到的创业观念。很多人会把 YouTuber 或者是网红当作一份工作，但其实这不是一份工作，而是一份事业。你必须把它当作创业来看。问题是，大部分的人生活经验都是念完大学考公职，或者是丢履历找工作。校园比较重视知识面，而非操作面。做生意需要面面俱到，从市场、产品、行销、人事、财务掌控等等。做自媒体何尝不是？我有稍微观察过一下现在当红的 YouTuber， 其中有行销背景经验的人就占了快要1半，另外1半则是有广电相关经验的人占据。像我这种半路出家的，就只能挤个缝大喊借过啊，还不见得有我的位置可以坐哦。详细可以去听我这支直播。最后我有讲到我认为自媒体应该要具备的3个条件。我现在不是要劝退大家，其实我很鼓励有梦想目标的人，趁着还没有太多枷锁的时候冲冲看。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，理论看得再多都没有实作来的真实。想当 YouTuber 来啊，没有做过怎么知道行不行？对吧？华尔街操盘手给年轻人的15堂课，写法超级轻松好阅读，很多是作者对小朋友的讲话方式，很像童书，但不智障。用口语生活化以及大量的故事举例，让你绝对能懂理财投资的专业术语。最后还有回顾，直接贴出每堂课的重点复习，里面还有一些关于人生哲理的事情，像是阅读的重要性啊，和阅读的技巧分享啊，不只是理财，还能理出人生头绪。我会放入2019年必读清单推荐。邂逅太慢，好期待作者的下一本书，我甚至在考虑要不要去找他之前的作品来看了。如果你还没入手，真的不知道你在等什么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请用订阅代替掌声，或者在下方帮我按个喜欢。现在频道有募资会员制度，按下加入按钮，1个月75块钱，请我喝杯茶，支持我每个礼拜2晚上8点持续产出一本好书与你分享。
另外还有其他优质的会员福利，我会陆续更新哦。那么我们就下个星期二晚上8点说书时间再见吧，大家拜拜。这是第一本书，我好想做上下集分享，可是我又想留一点东西让大家自行体会啊。说书也有抉择障碍。